2005年，曾經叱咤風雲的老牌遊戲廠商世嘉走到了十字路口，經歷了連年虧損，家用主機遊戲業務搖搖欲墜。自從2001年 DC 主機停產，退出硬件市場並轉型為第三方游戲廠商後，世嘉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這個曾與任天堂平分秋色的遊戲巨頭，在新世紀之初被競爭對手索尼逼到了牆角。昔日的霸主已經風光不再，如何在 PS2 時代東山再起，成為了世嘉高層不得不面對的難題。正是在這樣內外交困的背景下，世嘉內部一個大膽而出人意料的遊戲策劃案擺到了高層的案頭。它就是以日本黑道為題材，面向成年玩家的劇情向動作遊戲《如龍》，也就是人中之龍。這個策劃案聽上去完全違背了當時主流的商業邏輯，它暴力、陰暗，青少年和女性玩家都不是目標受眾。而另一方面，在西方市场，2星的 GTA 系列正以開放世界加犯罪題材掀起熱潮，但世嘉顯然選擇走一條截然不同的險路。遊戲聚焦現實中日本的極道世界，用東方視角講述黑道題材故事，這無疑是超越主流的冒險決策。然而，對於身處低谷的世嘉來說，這恰恰是一場背水一戰的豪賭。最終決定把命運壓在這部黑道劇上。如龍的誕生過程充滿了質疑和堅持，也成為日後電子遊戲業界的一段傳奇。曾幾何時，世嘉是遊戲業的開拓先鋒，無論是家用主機市場，還是街機廳裡的酷炫機台，都鐫刻着這家公司的輝煌。從索尼克到 VR 戰士等經典 IP 數不勝數。90年代的世嘉擁有着與任天堂分庭抗禮的強大資本。然而千禧年初風雲突變，在索尼家用主機步步緊逼的攻勢之下，世嘉的 DC 主機被迫停產，成為了市場的犧牲品。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土星主機就已經敗給了 PS， 而這一次 DC 的折戟更是讓世嘉雪上加霜。反觀索尼， PS 系主機銷量已經突破了1億台，兩相比較之下的世嘉卻只能黯然退出苦心經營多年的主機硬件市場，轉型為第三方遊戲廠商，不僅令人唏噓不已。然而，退出家用主機硬件市場並未讓世嘉走出困境，連續的財務虧損使公司舉步維艱。2004年，不得不接受日本柏青哥巨頭薩美的收購，合併成立世嘉薩美控股。公司重組過程中，世嘉昔日賴以成名的品牌戰略陷入了迷失。PS2 時代遲遲未能推出新的當家招牌，曾經引以為傲的知名遊戲系列，要麼戛然而止，要麼在市場上反響平平。公司內部甚至一度出現了是否乾脆退出家用機業務的悲觀論調。對於這家老牌廠商而言，這是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戰。世嘉迫切需要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游戏作品來重振士氣。如何在家用機游戲領域東山再起，贏回玩家的心，成為擺在他們面前的一道生死考題。如龍的策劃案由制作人明月忍阳在2003年提出。這位與系列緊緊相連的男人，在當時已經是知名制作人。他敏銳地覺察到一個被行業忽視的問題：世界上幾乎很少有真正能讓成年人享受其中的遊戲。長期以來，被視作兒童玩具延伸的遊戲產業，讓那些伴隨紅白機、MD 長大的那一代玩家，成年後難以找到與他們年齡相符的遊戲體驗。於是，一個大膽的想法在明月心中成型，制作一款給對遊戲感到厭倦的大人們玩的遊戏，一部聚焦极道義理人情的沉浸式劇情冒險遊戲。他将這款遊戲定位為只面向日本成年男性玩家的本土作品，甚至一開始就打算僅在日本發售，因為他深知海外玩家未必能理解日本的极道文化。這樣的定位在當年顯得非常破天荒，而在當時的世嘉看來，這份策劃近乎於離經叛道。即便放在其他大公司，也很少願意投入重金制作以真實黑道為題材，主要迎合成年玩家的作品。明月忍阳的策劃案聚焦於幫派、成年夜生活，還充斥着街頭暴力和灰色道德地帶，都不用想，肯定會被評級機構打上18禁的標籤。也就是說，直接就將青少年玩家拒之了門外。然而明月忍阳堅信，這是開拓新市場的機會。
據他回憶，當時團隊的出發點很簡單，他們注意到許多資深玩家已經對千篇一律的遊戲題材感到厭倦，於是才會提出給對遊戲感到厭倦的大人這樣的構思，希望吸引那些曾經熱愛遊戲卻找不到新鮮感的成年玩家。要讓公司高層接受這樣一款特別題材的策劃絕非易事，但明月忍陽沒有退縮，他深知說服高層的不易，在初期提案接連碰壁的情況下，依然反覆打磨和調整方案。項目立項經歷了反覆拉鋸，管理層對這個遊戲的評價只有30%持正面態度，也就是說，大多數人並不看好。明月的最初2版策劃案也都被高層直接否決，直到第3次提案後，項目才勉强爭取到了立項機會。對於一家正處艱難轉型期的公司來說，將寶壓在一個充滿爭議的題材上，近乎與孤注一擲。但明月忍陽堅信，只要把這款遊戲的魅力正確傳達給目標玩家，就一定能成功。他的執着與自信最終打動了公司高層。當同意立項的批文下達時，這一刻，明月和他的團隊已經無形中將各自的聲譽、前途都壓在了這個項目上。隨後，世嘉成立了名為新娛樂研發部門的遊戲開發新部門，希望借着新開發部門實現明月的目標，並以此希望能夠改變世嘉公司的命運。其實，明月提出這個大膽策劃並非心血來潮，毫無根據。項目構思過程中，2大靈感來源給予了團隊信心。其一是珍視東京街區夜生活的魅力，團隊成員當時多是20多歲的年輕人，非常渴望把東京深夜繁華街區的真實體驗做成遊戲。其二是任侠題材遊戲的市場空白。明月在錄像出租店瀏覽出租影片時發現，架子上一整層全是黑幫題材的電影，說明這種類型有着相当數量的受眾，而這些受眾极有可能成為這類遊戲題材的潛在玩家。他當即判斷，切入这種認知度高但尚無人涉足的題材，或許正是一種佔據市場空白的有利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明月忍陽提出這一策劃時，也是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這位此前以制作街機賽車和休閒遊戲聞名的制作人，甘冒風險踏入從未涉足的黑道題材領域，將自己的職業聲譽盡數押上，而世嘉也將這背水一戰的賭注壓在了這群充滿激情與鬥志的年輕人身上。新娛樂研發部門肩負着探索全新遊戲體驗的使命。新項目開發初期，核心成員的陣容在當時來說相當豪華。總制作人由明月忍陽親自擔任，橫山昌義參與策劃和劇本統籌，美術導演植田龍太負責將遊戲場景和角色形象付諸實現。同時擔任制作人的還有菊池正義，他與明月一起統籌項目進度和資源調度。項目還特別邀請了知名犯罪題材小說家池新洲加入劇本團隊，與橫山昌義共同執筆遊戲劇情。讓池新洲這位職業小說家參與遊戲劇本創作，在當年是相當開創性的舉動。世嘉非常清楚這款遊戲對劇情張力和文學造詣有着極高要求。既然要講一個成人向的黑道故事，就必須讓人物與情節具備小說般的深度。池新洲以犯罪小說聞名，他的加盟為遊戲劇情注入了濃郁的極道文學風格，從人物對白到故事走向都更貼近日本黑幫電影和文學的敘事傳統。這種跨界合作在當時的日本遊戲界並不多見。開發團隊為此還深入研究了大量曾經發行過的同類題材電影作品，意圖把那些只有在深夜街頭才會發生的故事濃縮進遊戲。據橫山昌義回憶，團隊成員那陣子經常工作到深夜，收工後就結伴去公司附近喝酒，直到天亮時分，同時還能仔細觀察真實的社會百態。可以說，初代如龍的誕生過程本身就帶着幾分市井街頭气息。一群對遊戲和都市生活都有所歷練的年輕開發者，把自己午夜街頭的見聞和對於任俠文化的理解全都傾注進了這個虛擬的遊戲世界中。這個誕生於世嘉命運轉折時期的新部門，此後成為如龍系列的搖籃。隨着系列的發展，新娛樂研發部門中以明月為核心的團隊後來正式品牌化為獨立的如龍工作室，專門負責這個 IP 後續作品的開發。回望初代制作過程，這支團隊充滿朝氣和闖勁，
成員多半來自世嘉內部的新生代，他們敢想敢幹，勇於突破傳統。為了呈現真實又引人入胜的极道世界，制作組在諸多細節上毫不妥協。開發過程中，他們大量採用貼近電影的制作手法，並請來資深影視演員為主要角色配音。這些在當年堪稱豪華的制作陣容，賦予了遊戲濃厚的電影敘事質感，也體現出團隊對品質的執着追求。如龍的開發在技術和理念上也巧妙地繼承了世嘉曾經開發過的遊戲項目。由於題材和結構上的相似，業界常拿它與早幾年推出的經典名作《沙漠》進行對比。對此，明月忍阳本人一再強調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作品。然而，《沙漠》系列的缔造者铃木裕则坦言，正是當年《沙漠》所經歷的種種，某種意義上讓如龍的誕生成為了可能。一位前世嘉管理层更評價如龍這款遊戲是非常世嘉式的作品。他在開發中借鑑了公司其他遊戲的成果，比如戰鬥系統融入了明月曾參與制作的街機遊戲《街頭快打》的一些元素，而城市環境的構建則使用了塗鴉小子的引擎工具。可以說，如龍在大膽創新的同時，也站在了前輩的肩膀上，凝聚了世嘉多年來技術與創意的結晶。這款遊戲对於世嘉的意義不僅僅是一次題材創新，更是一場毫無退路的命運豪賭。正如多年後翻米通所揭示的那樣，若非如龍的成功，當時的世嘉或許真就放棄了家用機遊戲業務。而對於許多老玩家而言，這款遊戲承載了他們對世嘉東山再起的殷切期望。他們懷念着曾經沙漠這款作品構築的真實世界觀，也渴望看到世嘉能推出與眾不同的新世代遊戲。可以說，世嘉公司的命運與玩家情懷在這一刻交織，如龍更是被寄予了現實與情感的雙重厚望。如龍的故事舞台設定在東京新宿區的虛構街區神市町，而它的原型正是現實中名聞遐迩的歌舞伎町。從霓虹閃爍的紅色牌坊大門，到縱橫交錯的狹窄弄巷、林立的居酒屋和風俗店，神市町幾乎在地理結構和氛圍上完全複刻了歌舞伎町的樣貌。玩家徜徉在神市町的街頭，迎面而來的是密集排列的霓虹招牌和熙攘人群，耳邊充斥着店家招攬顧客的叫賣聲、情侶之間的竊竊私語，以及薄情歌裡彈珠碰撞的叮當聲。這種對城市細節的捕捉，讓許多人一度忘記了自己身處虛擬的遊戲之中。許多玩家甚至形容，在遊戲裡把神市町的路摸熟了，現實中去歌舞伎町都能憑記憶找路。媒體頻頻使用虛擬觀光一詞就非常恰如其分，因為玩家通過遊戲屏幕就能完成足不出戶的東京街頭漫遊。這個遊戲讓城市街頭細節的再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為了營造成年人的沉浸感，制作組在神市町中融入了大量現實裡的夜生活娛樂元素。遊戲裡有游戏中心、地下賭場，甚至還能光顧有陪酒女郎作陪的夜店俱樂部。在主線劇情之外，玩家可以自由探索街头，體驗這些與真實歌舞伎町別無二致的消遣項目。遊戲中塞滿了大人們喜聞樂見的娛樂玩法，這些內容豐富的場所不僅提升了遊戲趣味性，也強化了神市町作為現實城市的虛擬投影所展現出真實性的一面。白天可以在街頭閒逛，入夜則能流連於紙醉金迷的一番街風情。在極道文化的呈現上，制作團隊也下足了功夫，在真實性與遊戲性之間找到了平衡。他們並非要做一款嚴格寫實的黑道劇，而是希望創造源于現實又高於現實的娛樂體驗。遊戲中的主要組織東城會被設定為關東地區最大的幫派，其架構參考了現實黑道中親子制等級體系，會長、弱頭、直系組長、弱眾等層級分明。當然，為避免對號入座，東城會的名稱和歷史都是虛構的，並不對應任何真實組織。儘管如此，其中涉及的許多黑道專有名詞卻直接取材於現實。例如，杯式指的是黑道中結義時共飲的杯酒儀式，情殺意為弒殺自己的上級，被視為最大級別的背叛。破門或絕緣則是對成員的除名和斷絕與組織的關係。這些真實用語的運用，使遊戲裡的極道世界更具說服力。在我看來，如龍塑造的是一種大眾文化視角下的極道想象，既有任俠電影中講義氣的一面，也呈現了黑道內部殘酷鬥爭的一面，亦真亦假。雖然遊戲故事取自黑幫題材，
但如龍畢竟是一部虛構的數字娛樂作品，其核心並非炫耀暴力，而是圍繞人性的善惡掙扎與情慾抉擇而展開的一出人生劇。遊戲的主線橫跨從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主角桐生一馬原本是東城會旗下唐島組的得力成員，在1995年因替兄弟井山章頂罪而鋃鐺入獄10年。2005年出獄後，桐生重返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町，卻發現昔日兄弟井山已權傾一方，並與自己反目成仇。同時，自己也捲入了東城會內部100億日元失蹤的權力紛爭。他在尋覓心愛之人澤村由美下落的過程中，邂逅了與此案息息相關的神秘少女瑤。桐生毅然承擔起守護小瑤的責任，一邊對抗各路敵對勢力，一邊逐步揭開10年前兄弟背叛的真相，以及圍繞小瑤身世之謎與100億日元的陰謀。整部劇的劇情一方面充滿了幫會的明爭暗鬥和懸疑謎團，另一方面又以桐生和瑤類似父女的羈絆，桐生與井山的兄弟情列為情感線索，為遊戲增添了濃厚的人情味和悲劇色彩。桐生一馬和井山章從小一起生活在向日葵孤兒院的兄弟情誼，桐生對瑤視如己出的愛護，都體現了非血緣的選擇性家庭理念。這是一種通過誓言和共同經歷而形成的家庭紐帶。如龍這款遊戲對情與義之間的描繪是遊戲的精髓所在，人物常常要在講義氣和求生存之間做出艱難選擇。這種掙扎讓遊戲超越了一般暴力題材的那種簡單直接和爽快，而給玩家帶來發人深思的深度。正如開發團隊多次強調的，本作想要探討的是作為一個人活着的意義，而不僅僅是刀光劍影的江湖廝殺。正因如此，許多玩家在通關後記住的不是打倒了多少敵人，而是桐生痛失好友、父親和兄弟時的那一聲仰天怒吼，還有他懷抱着瑤時眼神中流露出的可貴溫情。角色塑造上，桐生一馬堪稱是一個複雜又令人动容的遊戲角色形象。一方面，他是不苟言笑、身手了得的黑幫硬漢，行事果斷、敢打敢拼；另一方面，他又有着淳樸的善良。他在照顧小瑤時的細緻入微，充分展現出了鐵漢柔情的一面。這種反差使桐生超越了臉譜化的打手角色，成為了有血有肉的人物。有不少媒體在評論中將桐生視作沙漠主角八月良的繼承者。他們同樣都是歷經磨難的青年，不同的是，桐生的故事更為成熟寫實，充滿成年人的責任與選擇。與桐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的兄弟井山章，他們曾是最親密的摯友，如今卻因為權慾和妒忌漸行漸遠。遊戲通過一系列閃回片段，將井山從陽光開朗到陰鬱墮落的過程展現得層次分明。桐生的溫柔和井山的偏執這之間的強烈反差，成為初代劇情的一大看點。至於年僅9歲的少女瑤，則是串聯起整個故事的關鍵人物。她天真堅強，卻背負着100億謎案和自身身世的重壓，在桐生身邊逐漸尋找到了家庭式的溫暖。桐生與瑤之間逐漸建立了如父女般的情感，深刻地影響了主角的內心走向。可以說，沒有瑤的出現，桐生或許永遠只是個在黑道和現實生活中摸爬滾打的孤狼。正因為有了瑤，他才找到了作為一個人而活着的真正意義。需要指出的是，開發者在設計劇情時非常注重主線故事的分量。橫山昌义後來形容，如龍的內容結構就像咖喱飯與配菜，主線劇情是咖喱飯，其他小遊戲支線劇情只是點綴的配菜，一切都圍繞主線為核心展開。這也是為何初代遊戲在動作玩法之外，花了大量筆墨塑造劇情和人物的原因。正是這种對故事的執着投入，讓玩家在通關多年後依然对桐生一馬、井山章、由美、風間老爹這些名字念念不忘。時至今日，許多老玩家回憶起初代如龍，腦海中浮現的依然是兄弟之間的恩怨情仇，以及兩個男人在大樓樓頂的生死決鬥。這些瞬間早已超越了一款遊戲所能承載的普通敘事，成為感動玩家20年的情感記憶。值得玩味的是，對於如龍在遊戲中呈現极道世界的方式，外界也出現了不同解讀。有人認為遊戲在某種程度上美化了极道文化，例如突出兄弟義氣、犧牲奉獻等人俠精神，而相对弱化了現實中暴力團夥的剝削壓迫。但也有觀點指出，遊戲同時揭示了極道組織內部的殘酷鬥爭和骯髒幕後，
桐生一馬雖然被刻畫得俠肝義膽，但他所經歷的種種早已撕下了美化的面具。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恰恰說明了如龍的故事內容層次豐富，既有熱血豪情的一面，也有陰暗殘酷的另一面。就像桐生一馬和井山章，一白一黑，一明一暗。在技術實現上，以當時 PS2 的機能，要在虛擬城市中呈現豐富細膩的畫面是極具挑戰的任務。团隊巧妙地採用了固定視角和半封閉場景的設計來降低硬件負荷，大量夜晚場景以較為昏暗的光線呈現，從而減少遠景細節的渲染需求。通過限制玩家視野和活動範圍，遊戲可以在主機机能夠用的前提下渲染遊戲舞台。有些遠處的高樓看似立體，其實只是貼圖。即便如此，神士町依然給人以繁华生动的印象。這背後是開發者在畫質與性能之間無數次權衡取捨的結果。初代如龍的開發過程是非常辛苦的。在項目預算上，這款被世嘉寄予厚望的大型項目，給當時財務異常緊張的公司帶來了不小壓力。坊間甚至傳言開發投入高達24億日元，約合2100萬美元。這對於當時的世嘉來說，無疑是筆巨大投資。為緩解成本壓力，世嘉採取了與現實企業合作的方式來解決資金問題。通過在遊戲中植入真實品牌和廣告，借助聯動營銷來籌措資金，玩家能在神士町看到貼有現實品牌 logo 的自動販賣機或便利店。這種商業植入既為項目爭取到了開發資金，同時也增添了城市街頭的真實感，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的商業典範。作為一款瞄準成年玩家的遊戲，如龍大膽加入了許多当时主流遊戲中少有的成人元素。在神士町這個虛擬都市中，玩家既可以專注主線打拳鬥毆，也可以暫時遠離刀光劍影，去享受各種休閒娛樂。這些與黑道劇情無直接關聯的小遊戲，極大豐富了遊戲內容，讓整部作品更像是一出涵蓋生活百態的都市劇。如龍裡塞滿了大人們的遊樂項目，神士町提供的正是成年人才懂的歡樂。初代遊戲通過对現實歌舞伎町夜生活的遊戲化全景式呈現，徹底顛覆了大眾心目中對於遊戲這種藝術形式的刻板印象。然而，涉及暴力、犯罪、風俗業等敏感內容，免不了要面對年齡分級和受到社會輿論的考驗。2005年，當遊戲在日本首發時，被評級機構 CERO 定義為18歲以上。後來因日本評級制度調整，改為相當於17加的 D 級。在歐美市場，這部作品同樣被評為成人限定，北美 ESRB 給出 M 的評級，歐洲 PEGI 則標為18禁。毫無疑問，這款遊戲的確不適合未成年人。開發組在拿捏尺度方面也頗費了一番心思，他們深知要在吸引成年玩家的同時，不至於引發負面輿論，就必須避免低俗或過度血腥的呈現。遊戲中的暴力場面雖多為街頭鬥毆，但並未出現過分的血肉橫飛。風俗店情節有挑逗卻保持克制，沒有涉及露骨的性描寫。當年參與本地化的歐美發行商也對部分內容進行了調整，比如降低女性陪酒員的裸露程度，刪改了一些文化差異較大的小遊戲呈現方式等，以求平衡真實性與各地接受度。總的來說，如龍巧妙地站在了一條灰色地帶上，他大膽探索了遊戲的禁忌邊界，卻又始終沒有跨過這條邊界。這種張弛有度的拿捏，使得遊戲既充滿成人世界的刺激感，又保留了商業作品應有的節制，從而贏得了玩家和媒體的雙重認可。2005年12月8日，備受矚目的如龍在日本地區正式發售。當時的主機遊戲市場上，這種題材的遊戲並不多見。如龍稱得上是標新立異的那一類，它的首周銷量其實很一般，但憑借過硬的質量和玩家的口碑，實現了令人驚喜的長尾效應。眾多成年玩家被其寫實的極道故事吸引，遊戲在發售後銷量曲線逐漸攀升。正如橫山昌一回憶道，遊戲發售時一開始並沒有賣得很好，但漸漸的這款作品突然在那些流連於夜生活的人群中流行了起来。到2006年底，隨着廉價版的推出， PS2 平台的初代如龍在全球的累計銷量順利突破了100萬套。對於一款全新 IP 且定位於成人向的遊戲來說，這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銷量節節攀升的同時，遊戲也贏得了業界的一致好評。
日本權威遊戲雜誌 Famitome 為初代打出了37分的高分，在當年發售的新作中名列前茅。在2006年度的日本遊戲大獎上，本作斬獲了年度優秀獎。專業媒體的評測普遍稱讚遊戲電影般的劇情演出和細膩真實的城市再現。Famitome 的評論則指出，如龍將創新玩法與電影般的敘事相結合，在日本地下犯罪社會的舞台上塑造出了鮮活的人物群像。玩家層面，初代迅速聚攏了一大批忠實粉絲，許多 PS2 時代的老玩家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初次遊玩如龍時的震撼。城市町繁華的街景，桐生一馬挺身而出的身影，都讓他們仿佛置身於熱血沸騰的極道電影之中。特別是遊戲結局桐生與景山的生死決戰，兄弟之間的悲壯場面令無數玩家為之動容。不少人坦言，這是他們遊戲生涯中最難忘的劇情瞬間之一。而世嘉為了降低文化隔阂，在初代海外發行時做出過一個全新嘗試，推出全英語配音的本地化版本，包括馬克·哈米爾在內的知名配音演員參與了英文版角色的演绎。然而遺憾的是，本地化的效果並不理想。部分歐美玩家認為，相比原汁原味的日語配音，英文版少了許多情感張力，而英文版中過度頻繁的粗口也顯得有些刻意不自然，反而削弱了劇情。如龍的成功更是直接催生了續作計劃。僅隔1年之後，改進了戰鬥系統並擴展探索要素的2代續作於2006年12月火速推出。此外，憑借初代積累的人气，如龍 IP 還跨出了其他媒体領域。2006年底推出了由船木成胜主演的電視劇版前傳短片。2007年又上映了由鬼才導演三池崇史執導的真人改編電影。2024年還推出了真人劇集。這些跨媒體作品進一步提高了如龍品牌的社會知名度，也宣告着這個系列在流行文化中正式站穩腳跟。自此，如龍成為世嘉在新世紀中的新的金字招牌。初代那場看似孤注一擲的豪賭，最終收穫了豐厚的回報。回頭來看，初代如龍上市後的市場表現頗有幾分逆襲的味道，既沒有創造一鳴驚人的神話，也沒有鎩羽而歸的悲情，更多的是憑借過硬品質和玩家之間的傳播，從平穩起步走向長紅熱賣。對於當年的世嘉來說，這無疑是一針強心劑。它證明了這家公司依然有能力打造出較好又叫座的新 IP， 也為後續系列化開發奠定了信心基礎。而對於許多老玩家而言，2005年的冬天因為這款遊戲而格外令人難忘。無論是初次踏入神室町時的經驗，還是通關結局時看着桐生與遙攜手離開的感動，這些回憶都成為了他們與世嘉情感紐帶的一部分。在若干年後的今日，當這些玩家再看到這款遊戲時，心中依然會湧起當年的那份激動和懷念。初代如龍的勝利不僅是一個遊戲的成功，更成為世嘉公司命運轉折的起點。憑借這一全新 IP， 世嘉總算在家用機遊戲領域找回了屬於自己的台柱。在 DC 退市、業務重組帶來的陰影中，這款遊戲的橫空出世為世嘉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成年玩家市場，並逐漸成長為支撐公司業績與品牌形象的核心 IP。明月忍阳本人也憑借如龍之父的名聲躋身公司高層，成為遊戲業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從商業角度看，如龍系列無疑成為了世嘉在新世紀頭10年的中流砥柱。根據官方披露的数据，到2009年，系列全球銷量已達320萬套，2010年突破400萬，2015年超過700萬套。而隨着2017年前後如龍0、如龍集等作品的海外走紅，以及後續登陸 PC 平台打開新市場，整個 IP 的銷量呈加速上升之勢。截至2023年，系列全球累計銷量已超過2100萬套，到2024年攀升至約2770萬套，2025年估計能順利超過3000萬套。這一連串數字意味着，如龍已經從當年的險中求勝，成長為享譽世界的超級 IP。世嘉官方在年報中將其列為公司核心戰略 IP， 定位為日本市場強勢、具備向亞洲乃至全球拓展潛力的品牌。不僅如此，隨着海外粉絲群體的擴大，世嘉順勢對系列品牌進行了調整。自2022年起，官方正式將系列版英文名稱由 Yakuza 改為與日文原名一致的 Like a Dragon， 以統一品牌形象並突出東方文化底蘊。至今，如龍這塊金字招牌在全球範圍內已具有相當的號召力。時至今日，
如龍系列陪伴玩家走過了无數個白天與黑夜，桐生一馬等角色更是成為遊戲史上不可磨滅的傳奇符號。世嘉重獲了新生，玩家則收穫了一段長達20年的難忘遊戲旅程。這款遊戲的成功為世嘉開闢了全新的定位和形象。過去提起世嘉，多數玩家首先想到的是風靡全球的街機遊戲和可愛的刺蝟索尼克，而如龍系列則賦予了世嘉品牌另一副面孔，一個能講明白成年人的生存故事，能描繪現實社會的敘事大師。正如 Famitome 在世嘉創立60周年時所評價的那樣，當年如龍之所以被視作豪賭，是因為他勇敢走出了世嘉傳統的舒適圈。距初代問世已整整20年，有趣的是，遊戲中的桐生一馬也在歲月中一路陪伴玩家走到了今天。從30多歲的熱血青年，到系列第6作中年近50的傳奇，桐生的故事與一批玩家的人生軌跡產生了時代共鳴。那些當年緊握 PS2 手柄熬夜通關的年輕玩家，如今大多已人到中年，在回味遊戲裡的親情與責任，更能品出不同尋常的味道。這種玩家與角色共同成長的經歷，使如龍系列在老玩家心中有着難以替代的位置。每當蛇石町街頭亮起霓虹閃爍的店鋪招牌，每當屏幕上出現桐生一馬緩緩點上一支煙的身影，他們仿佛又找回了只屬於自己青春歲月中的激情與感動。回顧初代如龍的誕生過程，不難發現其中蘊含的戲劇性絲毫不遜於遊戲本身。從世嘉瀕臨業務退場時的背水一戰，到明月忍陽鍥而不捨推動策劃立項，從歌舞伎町深夜街頭的靈感閃現，到神石町裡一個個鮮活角色的登場，從首發時的不溫不火，到多年後成長為享譽全球的超級 IP， 這一切就像是一幕幕現實與虛擬交織的傳奇。世嘉把命運壓在這部別具一格的作品上，不僅開創了成人向劇情遊戲的新路，也讓無數玩家收穫了人生的真諦和感悟。對於所有熱愛這個系列的朋友們，我想說，每個人心中或許都有屬於自己的那份如龍記憶。也許是初見桐生一馬時的熱血沸騰，也許是陪伴瑤跑過街頭小巷時的會心一笑，又或是目睹兄弟反目時的黯然神傷。如果這些記憶的片段也令你感同身受，不妨在這裡分享一下你與如龍的故事。期待你的分享能給更多人帶來不滅的青春回憶。感謝大家的耐心觀看，我們下期再見。